現在做出來的10年威士忌，是不是比以前做出來的12年威士忌好喝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麥芽奶爸。今天呢，我會分享10款10年蘇格蘭威士忌。喜歡我的頻道，不要忘記按個讚、留言、訂閱跟開啟小鈴鐺，還有超級感謝哦，或 Super Thanks。好，那這個禮拜我是想分享這個10年的蘇格蘭威士忌，因為我去年3部影片就是蠻熱門的，就是12年、15年跟18年的威士忌推薦。那我是今年想做10年，然後大概21年，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這種 list 的影片嘛。所以如果喜歡我這種的影片，然後也喜歡或是常在看我的頻道，拜託你們幫忙我衝到1萬的訂閱者。謝謝大家的支持。好，那你們大概知道我通常這種的影片會有一點的威士忌知識的分享。那這次呢，我會分享3個單詞，就是勾兌、調和跟融合。在英文它就是 blending, vatting and marrying。这個大部分就是在威士忌酒業有在使用的一些單詞。那這個也是可以保證一支威士忌的品質穩定。所以我們來一個一個了解這些單字。好，那第一個單字就是勾兌嘛，或是 blending。基本上這個就是一個調酒師的最主要的工作，他就是要設計一種風味給酒廠嘛，或是他的公司。那大部分如果你做這個勾兌的動作，就是你會利用很多不一樣桶子的威士忌，然後一起來勾兌，或是來做一種調和的動作嘛。那如果你是使用同樣酒廠的威士忌來調和或勾兌，這個就是一個单一麥芽威士忌。那如果你用不同的威士忌來調和呢，就是調和威士忌嘛，就是 blended whiskey。反正勾兌的意思就是拿來設計一種威士忌的風味。好，那接下來勾兌完呢，他們就會進行調和或是混合那個酒體的動作嘛，就是把很多威士忌桶放在一個很大的，可能是不鏽鋼的大槽，或是有時候也是有用木桶的大槽嘛，這樣子就是比較好放一些很多威士忌桶在一起嘛。比如說你有10個桶，然後你用6桶是 bourbon， 4桶是雪莉桶，然後你就会丟在這個很大槽裡面一起混合在一起嘛，這個就是大部分的意思，就是拿來做 vatting 或是調和。那有一些酒廠呢，大部分就是會3/2的威士忌裝瓶，然後其他的這些混合或是 vatted 的威士忌留在這個大槽裡面，然後一樣再拿新的一些桶倒進去，這樣子來混合。所以這個就是酒業在說的 vatting 的這個動作。好，那你做這種混合或調和或 vatting 完的動作呢，是不是要直接裝瓶呢？其實不是，他們還是會做这種融合或是 marrying， 聽起來蠻浪漫的。反正它就是讓那個威士忌在這個大槽裡面慢慢融合，大概還需要1個月、2個月的時間，就看酒廠的決定嘛。反正他們的主要做這個融合的動作，就是保證就是他們裝瓶前的威士忌的味道是平均的，不會跑掉，或是會出現一些比較不好的味道。好，那這個就是這個禮拜的小威士忌知識分享。那你們呢？你們還有沒有別的一些有聽過的單字你想多了解？歡迎在下面留言哦，歡迎討論。好，那話不多說，我們來開始看這10款最好喝的10年蘇格蘭威士忌。在第10名我會選李爵10年，它是 46.3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然後價格在1000塊內，999塊嘛。那對我來講，這支是一個 CP 值超級高的一支尼美威士忌，而且也是才1000塊內的威士忌嘛。它因為不是艾雷島的威士忌，所以它沒有那種碘味，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歡有碘味或是消毒水的威士忌，這個是一個很棒的尼美威士忌。它就是有那種煙燻檸檬麥餅乾的味道。如果你們有喝過 Tobermory 的12年，它就是好像有尼美版本的那個，所以我覺得做得蠻好喝的。這個就是第10名李爵10年。接下來第9名我會選百樂門10年，
它是43%酒精濃度，有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的，然後價格也是在999塊，就1000內。然後它的風格就是有很舒服的淡泥煤煙燻的味道，而且那個雪莉的風味是夠的。百樂門的特色就是它的酒體有一點強壯，所以喝起來不像43%質地，它酒體的質地很厚很油，喝起來很飽滿很舒服。然後它是有那種煙燻草莓果乾跟堅果的味道，非常棒的一支普飲款式。這個就是百樂門10年第9名。接下來在第8名我會選格蘭卡登10年 Glencadam 10 Years， 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1100左右。這支呢我覺得很棒，它是一種很清爽可是也是很優雅的一支威士忌，雖然它蠻年輕的，可是我覺得他們做的蠻柔順的。它的風格就是有那種很新鮮水果的味道，有檸檬啊，有柑橘皮啊，然後它也是有那種百花的香氣，很香，然後喝起來就蠻順口的，然後很舒服。可是它的酒體是比較清淡的，所以它就是比较適合夏天喝的，或是天氣熱的時候。這支我覺得以 Bourbon 桶的威士忌做得很不錯，品質是蠻高的一支威士忌。這個就是第8名格蘭卡登10年。好，那在第7名我會選艾倫10年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然後價格也是在1000塊內。這支呢就是在 OSWA Online Scotch Whisky Award 得獎了很多次，就是 CP 值最高的威士忌，然後價格也超級親民的。它好像連續了3年有得獎過，這支真的超出它價格的水準，很棒的一支威士忌。它的風格就是有那種燉蘋果啊、燉蘋果派的味道，然後有李子、有橘子的風味，這些都很豐富、很飽滿。這支難怪會贏很多次，就是有原因的。這支艾倫不會無聊，因為每年的批次會有一點不一樣。這支就是第7名艾倫10年。好，接下來第6名我會選 Ardbeg 10年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1100左右。這支呢就是一個很經典的泥煤威士忌嘛，以前的時候我剛開始接觸威士忌嘛，常被推薦的就是 Ardbeg 10年、Laphroaig 10年跟 Lagavulin 16年，這個就是3大的品牌吧。可是我覺得 Ardbeg 10年是最棒的經典的泥煤威士忌，因為它可以介紹一些新手入坑去喝泥煤威士忌。泥煤的味道是蠻強烈的，有那種木炭、煤炭，然後有礦物味道的點味也是有。這支真的可以滿足一些泥煤控的一支威士忌。他們最新版的2025的10年我覺得是蠻好喝的，所以可以回去看一下。這個就是第6名 Ardbeg 10年。好，那在第5名我會選愛德多爾10年的200周年威士忌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2000塊左右。這支呢就是利用了 Pizza 雪莉桶去熟成的，跟普飲款的10年，就是因為也是才40%的酒精濃度嘛，這支是比較特別一點，而且它是小批次，蠻好喝的，有那種愛德多爾的風味很濃。它的風味就是有那種草莓果醬、覆盆子，然後有蔓越莓啊、烏梅，然後也是有巧克力跟堅果的味道。這支我覺得算是那個10年核心款的加強版本，層次比較多，然後酒精濃度比較高一些。這個就是第5名愛德多爾10年的200周年版本。好，那在第4名我會選波夏10年，它是50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它的價格大概在1300左右。這支呢其實我覺得是蠻好喝的一支艾雷島的泥煤威士忌，雖然它才10年，可是喝起來是蠻柔順的，就是蠻平衡的一支威士忌。它有利用那個法國的紅酒桶，所以我個人覺得有泥煤加紅酒的威士忌是蠻搭配的，而且層次會
變更多更平衡。這支的特色呢，我覺得就是有那種海鹽焦糖的味道，然後也是有培根的味道。有培根味道的威士忌其實我個人是蠻喜歡的。這個就是第4名，播下10年。好，那接下來就是第3名，我會選 Laphroaig 10年的雪莉桶版本。它是48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，然後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1600左右。這支呢就是有很棒的煙燻火腿啊，然後有培根的香氣，然後有梅子的味道。這支我覺得比他們的那個普飲款的10年好喝，而且我也覺得比那個桶強版本的好喝，因為是有調和或Gold Day雪莉桶在裡面，非常棒的。這支的特色就是它是有海帶，然後也是有點味比较重的味道，层次多，然後酒精濃度也高，以前就是要2500左右，所以我最近也是蠻喜歡收這個Laphroaig 10年雪莉，這次的第3名。好，那接下來就是第2名，我會選愛德麥康10年的果汁版本，它是 46.8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1750塊左右。這支的風格就是很棒，它就是有那種熱帶水果香氣很重的一支威士忌，就是有那些很 juicy 的鳳梨啊、芒果、檸檬的香氣，它聞起來跟口感完全不一樣，聞起來就是有一種暗煙燻，因為它是有勾兑那個有泥煤的基酒進去嘛，可是喝起來在口感，因為愛德麥康的酒體強壯，所以泥煤的濃度也夠。這個就是也是很適合夏天喝的威士忌。如果有興趣看，因為我又做一部影片，請點右上角去看以前的影片。這個就是第2名，愛德麥康10年。好，那我們來到第1名了。第1名我會選雲頂10年，它是 46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的，然後價格2800塊左右，橡木桶。雖然它是有一點貴，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人生必喝的一款酒。它跟一般的威士忌那些核心款就是超商可以買的威士忌很不一樣，它就是有一點 next level 的感覺。它的風格就是比較獨特一些，就是你喝了你就完全不會忘掉那个味道。它就是有那种他们所说的梅味，就是它的 Springbank Fund 有一點那種藍起司啊或是發霉的味道，可是喝起來真的很舒服。它就是很柔順，酒體強壯，然後很飽滿，喝起來真的會讓你覺得很享受的感覺。它有那種煙燻梅子的味道，然後有雪茄盒的香氣。如果你們有看過我上次12年最好的第1名就是奇克倫12年嘛，就是它的另外一個酒廠。這兩個對我來講很接近，可是我還是比較喜歡雲頂10年。我是有做一個 PK 影片，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，歡迎收看。好了，這個就是這個禮拜的10款最好喝的10年蘇格蘭威士忌。那你們呢？你們有什麼推薦的呢？或是覺得我有漏到在這個名單裡面，請在下面留言哦，歡迎討論。好，那謝謝大家的收看了，下次再見面，拜拜。